只是碰上上你这么一整年，你在我身边，在我的对面。只是碰着像你这么好久不出现了，什么好久不出现了？谁好久不出现了？你也在车上，开车不要看直播。开车不要看直播呀，你不怕被罚呀？昨晚那回我在机场接人，买车之后有时候在车上待着，有事儿会愿意在车上，就是有事儿的话，车上不舒服，还是不舒服的，车上不舒服啊，多窄呀，那在家躺着多舒服。深圳房价大概多少？深圳房价平均嘛，平均5、6万吧，平均5、6万，好一点的10万、12万，甚至有15万的，普通的深圳也有那种3、4万的，这会儿说话像撒娇，我不太撒娇啊。你让我撒个娇太难了吧？我只有演戏的时候会撒娇。深圳湾1号30万，对，也有贵的，但深圳湾1号我不知道多少钱，没了解到那儿，我像你这么一整年，5、6万得关外了吧？罗湖有5、6万呢，不是，罗湖不是一个人，不是，屠夫不是一个人好是什么样子的？不是一个人好是什么样子的？没看明白。之前你去，现在看起来不像。之前像什么？像0.5，还是像0？这个应该是0.5，是不是？我一直都是1，我一直都是0.5，这是0啊，没做过0.5，
做过一段时间零，然后做过一段就是不是现在都是一，对对，没做过0.5，我觉得就是很奇怪，0.5很奇怪啊，就要不零就是要不一，我现在就是就是就现在只做一吧，那是第一次做人，没有必要，没必要分那么清。第一次做人，不是，我就会觉得说，你让我一会儿做一，一会儿做零的话，我会跳戏，我没有信念感。你就告诉我，你说你让我做什么，那好，我就做什么。你别这个时候又跟我说你今天你扮演牛，我扮演农，怎么样的？就是这个我没有信念感，我这演的不像啊。对，去的时候需要定台嘛，周五周六需要啊，周五周六需要，其他时间不用啊。周五周六可能台比较紧张一些啊。对我而言的话，现在就是做一挺好的。现在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，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，就是直播间里有零的朋友，我觉得就是你要找一个一的话，是不是他各方面都得比你强？比如说性格比你强，或者说就是能力比你强，或者说他比你能保护你，所以你愿意为他做零。我觉得是这样的。反正我现在我之前遇到过比我各方面能力强的人，现在我遇不到了，所以我一直现在都是一的一个状态啊，我一直都是一的状态，就是我现在可能自己也把自己武装得很强啊，对，喜欢可爱一呀，可爱一也行，可爱一也行。那我我现在遇不到那种就是能让我特别信任的人，对，就我更多的是就是我我觉得我性格现在比较急吧，就是凡事都喜欢自己来，就是我跟别人生活在一起，我觉得对方如果说很磨叽，我就觉得说，那你就不要逞强，你在我面前你就听我的，我来冲在前面就好了。对，我是这种啊。对，我就是不太信任别人，现在就是任何人就是没有给我特别强的那种信任感，但是零可以给我，就是我觉得聪明的零他是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么。有的人可能就是好像就在追求那个就是什么公平不公平的，我觉得公平是自己去平衡的啊。圈子到底乱不乱？圈子乱不乱？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不去跟大家说吧。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不了解一个事情的时候，你先去经历嘛。你们要知道一点，就是你们就是人这一辈子大概有70年的时间，60年的时间，你就大胆的去往前冲啊，往前闯啊。那你不要问别人啊。我们那套的那个，就是我现在领悟的一些东西，也不是前辈们告诉我的，是我前辈们告诉我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就是屁嘞，我不相信。我现在领悟的东西都是我自己趟出来的，就吃过的亏，然后走过的路，爱过的人，读过的书，就是它不是别人告诉你的。你比如说，就是我觉得什么第一段感情一定是失败的，那是这句话是
这是针对大多数人，那你的感情不一定是失败的。对。很痛苦，我觉得没什么痛苦的，就是人这一辈子就是在经历，你要看透人这个，就是活着的意义吧。活着的意义就是在经历，你怕这个怕那个，那你活着干嘛呀？对不对？对对，小胖说的就是，我觉得，不要觉得说，几段失败的感情就让自己就是很难过。相反的，你知道，就是那些就是真正的就是人生赢家，他们都是经历好多段感情，而且他们是习惯了那种生活。我知道我身边有一些富二代们，他们就给一些主播刷礼物，然后约他们出来吃饭，带他们出来应酬，然后就是各种经历。在别人眼里他就是渣呀，但是他不觉得呀，对吧？有伤害过吗？我前几年有被伤害过，我现在不觉得是伤害了。我前几年就是我年纪小的时候啊，我就觉得说，那你不爱我，你为什么要招惹我？就之类的，就是会说一些琼瑶的话。现在我觉得这正常啊，就是谁也不知道爱不爱呀。你比如说，我曾经接触过一任，然后他就是很迷茫，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就是对我有一点点好感而已。但是那个时候我表现出来的是我喜欢你，然后我可以完成你的计划，就是我想跟你在一起，就是那个时候我喜欢那个人我喜欢他，然后我问他现在想做什么，他的梦想是什么，然后他就说他想做什么什么什么，我说正好我也想做，咱俩一起做吧，我出钱你出力，然后至于咱俩能不能在一起再说。后来他就被感动了呀，因为我对他好啊。但是我觉得那个我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不是喜欢。后来就是在一起以后，然后计划没有很好的进行，他跟我在一起没几个月，我就有点受不了了，因为我觉得他的状态不太对，然后两个人就分手了。现在想想，其实他说的难听一点，他可能就觉得我是他的救世主，或者说我能给他钱，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，但是我没有做到，所以他就跟我分开了那你说这个算是伤人吗？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我还伤了他呢，对吧？因为我好像就是答应人家的事儿我没做成，对吧？前几年会很在意，现在就我觉得经历一些事情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战友的关系不是恋人。是当时，我现在也是这个是这个习惯，就是我会觉得说，我喜欢一个人，我先看看我有没有能力去给就是去维系这个生活。比如说，你们知道，就是其实抖音上有很多我喜欢的菜，但是我不能跟他们在一起的原因，就是我会觉得说，他好像能力要比我高，就是看他的穿着呀，包括他的花销啊，他就是抖音上呈现的那个感觉啊，他家里应该有钱，或者他本人不差钱。那我跟他在一起的话，我们会有阶级的那种就是阶级和思想的这个差别，所以我又是一个比较大男子主义的人，我不能左右他的思想，他也不想来左右我的思想的话，那其实这就是矛盾。你比如说他要有钱的话，他说白里屠夫你来做零，我可以对吧？就是他各方面能力比我强，然后他又能保护我，我觉得这可以的这可以的，只要相处起来没什么问题可以。但是如果说他又是零，然后他又不想参与你的就是太多的生活，然后他又在索取，然后你又没有能力去保持这种生活，维系这种他的花销的话，这个就是伤害彼此，能懂不？就是我一定会看我自己有多少能力，就是我跟
就是这些网友们不太一样的点，就是我知道我自己几斤几两，就是我这句话可能深深的刺痛了你们，但是我会觉得说，因为我也有关注的主播，我从来不会说我喜欢你怎么样，我想跟你在一起，我不会说这种普信的话，因为我知道他们的能力比我强的太多，你们懂不？啊，就是我就不会去说，哎，就我想跟他在一起之类的，我不敢，因为我觉得我关注的人，我喜欢的人都很优秀啊。什么？我没看见，字太小了。有什么门槛要求？我门槛要求就是我觉得我首先第一点我有3点门槛要求。第一点不能轻浮。什么是轻浮呢？我可能会刺痛一些人啊，但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我可能我解释一下，就我说了啊，就是你们别对号入座啊！我知道这个直播间里好像有个人要对号入座啊，就是我说的轻浮的意思，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我看到一个人，我觉得他很好看，然后包括他给人的感觉很好，甚至他有点骚，我会跟他说，我说哎那个真好看，身材真棒。然后如果说他要是会说啊那个是吗？老公喜欢吗？怎么样？要说这句话，我首先就是没有好感。就是他跟我说，他说老公喜欢吗？我就觉得他跟任何人都是老公，他不可能只对你说你是他老公，就说明他可能跟任何人他都可以这样。这个时候你再试探的话，你就说哎。能不能看一下你的那个性感小照片之类的啊？就是发一个那个怎么样？你就试探嘛。他这个时候他会说一句，他说我最近也没怎么拍。然后你这个时候再要求一下，哎，给我看一下嘛。你知道这就是我平时的日常。我说哎呀没事，你就随便给我发一个，我就喜欢看小屁屁。这个时候他就发过来了。他说现拍的怎么样？你不要相信他的鬼话，就是说你知道，你不要相信他的鬼话，那他妈的这都是给别人发过的，我告诉你，他妈的那都是假的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你想想，你喜欢一个人，然后他给任何人都发他的性感小照片，他的小屁屁，你心里什么感受？我告诉你，这就是试探以后他虽然很听话，但是你就觉得这个人你就知道他的平时的生活是怎么样了啊，所以说你可能跟他聊聊骚，但是你不可能跟他深入的接触了，就是这样。我觉得很少有人，当然我不是说就所有人都是这样啊，所有人都会就是说都给别人发过的才发给你，但是大多数听他在那块臭白话吧，说我平时也不拍呀。那你等等吧，我现在先拍一张。你放个屁你知道吧？就是你不要相信他的鬼话，那都给别人发过好几次了，然后给你发过来了，这放屁，他妈的，就是我觉得这种就是轻浮。我喜欢的是那种什么呢？我喜欢的是那种就是我觉得我如果跟别人聊骚的话，能看看那里吗？能看看那个就是小性感小照片吗？他会说我没有。我说哎呀，那你不可能没有，我真没有。我说那你拍一张。我觉得这样不好吧，等见了面我给你看。你知道吧，我就很喜欢这种他既拒绝了你，但是他又给你幻想你知道，就是他说见了面自然会看到，就高，他拒绝你了，但是他没有拒绝这个关系，高，这种你就是说你既觉得他情商高，然后又勾得你小心痒痒的，
哎，咱们这个高，这牛逼啊！我就喜欢这种。我告诉你，就是男的都喜欢那种，就是哎有一种小手段、小伎俩的那种小挑勾引的那种。哎，我放个小长线钓你，你知道这种你就不会觉得他轻浮，你甚至会觉得说不错。然后你知道，就是通常我要是这种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要是这种的话，我虽然被拒绝了，但是我不会不开心。这个时候。你会觉得很难，就是很难堪，因为你没斗过他。这个时候你要再补一句，我告诉你，一个真正的猎手，他会把这个话说得很圆满。你比如说，他说啊见面看，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很尴尬嘛，别人拒绝你了。作为一个成年姨，作为一个牛逼的姨，咱们要这么回啊，我对你的好感又加深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要给了我，我觉得你太轻浮。你不给我，反而我就相信你，对不对？你平时不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人。我告诉你，这个零他，比如说他平时就是乱的，但是他听到你认可他、赞美他，甚至会有点理解他，哎，他就会对你觉得不一样。哎，咱们这就是什么爱情36计，咱们就是用起来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学问，这就是门路。哎，咱们就是玩转起来。真是这样，我说你就轻而易举得到的，男人不会珍惜的，能懂不？能懂不？就是不是说谢谢我的喜欢了，那人就说那个，那你会想我吗？我就会问说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他就会说我不能瞒你，我有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不说了，我要接人去了。对，我告诉你，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主人翁啊，就是主人公，他就在我的直播间里。我告诉你，这个真的是，我告诉你，这真的是。高，我就对这样的人，我其实印象非常的好。这就是我问你情商的东西，包括你这个智慧，这就是智慧啊。所以说，就是那个主人公，你也别骄傲，哎，你也别骄傲，对不对？咱们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，咱们就是来日方长，咱们就是回见的年代，咱们就是为将来的事将来再说啊，咱们就是怎么样啊？对，去接小大夫没有，小大夫在家，我接我妈啊，接我妈，我在广州接我妈那个下飞机。